点上一上关键赢了，同学们了，你们应该奖赏要获得。这天是1989年的4月27号，就是离他半夜给我打电话过了3、4天吧。当时中国大地上空隆隆的雷声已经清晰可闻。说老实话，尽管从感情上和大学生们非常亲近，但是从理智上讲，我对学生运动的评价历来都持相当的保留态度。我得坦白承认，学生运动的水平在我看来并没有超出一般群众运动的水平之上。我认为，如果不是极端必要的话，激烈的社会改革并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呢，群众运动通常都是不能很好的加以控制的。所以这种走极端、情绪化、散漫、盲目、无组织的群众运动，往往都是得不偿失，甚至是适得其反，大帮倒忙。所以《人民日报》426社论发表以前，我和我周围的大多数朋友都是和我一样，在支持和担心这两种心态当中纠结着，矛盾冲突着。426社论是第一个质的转折点。这篇社论的主要效益，恰恰不是像官方他们所设想的产生威慑作用，恰恰相反，是起了动员的作用，激起了人们的极大的愤慨，使大家的同情顿时倒向了学生一边。尽管看了426社论之后，我们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义愤填膺，但是我周围的朋友还都在极力的调停，希望调解成功，能保住赵紫阳，保住改革开放。这就是我们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立场，很少有说想要搞革命，想推翻共产党。第二个大的转折点就是发布戒严令。发布戒严令以后，政府决策层就把大家都彻底的推到对立面上去了。到后来就是我被抓起来之后，看到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万润南砸起石头要砸谁，里头历数了我的各种罪状。里边就说到，说我整天和闹事的学生们搞在一起。其实我是第一没有时间，第二也没有兴趣，第三是我根本就不喜欢和随便谁整天搞在一起。就算是最好的朋友，我也不会耐烦整天搞在一起。在我看来，有那些搞在一起的时间，还不如多读几本好书。更何况那些学生根本就没把长胡子放在眼里，他们才不想跟我们搞在一起的。他们认为他们自己才是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我主动介入的第二件事是以世界经济导报和亚太经济时报这两家报纸特约记者的身份，参加了亚太经济时报两个记者串联召开的叫做“五四精神与时局”的座谈会。照刚才那篇人民日报的文章，万润南搬起石头要砸谁的报道，说的是说我参与起草了为亲本利就是世界经济导报的老总，参与起草了为亲本利鸣不平的请愿书，策动新闻界集体围观学生游行，并且自称欣然参加了五四新闻界的大游行。刚才说的这个五四精神与当前时局的座谈会是4月30号在鲁迅博物馆举行的。到会的有数十位各界的名流，后来叫动乱精英。座谈会上的发言无非就是那个时候到处可以见到的那些，只是
更情绪化。照例是一边倒，那我是不喜欢这种一边倒的，从来都没有不同意见争论，不喜欢这样的会。我认为言论自由如果不是发表不同意见的自由，甚至是发表错误意见的自由，那还能叫什么自由？我很希望反对派，那尤其是左派也能出席，当面和我们交锋。可是非常遗憾，他们从来都不会当面争论只会在背后暗算我们，放冷箭。当时世界经济导报正在被上海市委勒令停刊整顿，当时的江泽民就是上海市委书记。这件事儿在我看来生死攸关，因为导报和四通是兄弟关系。导报当时是被誉为改革派的机关报的，是新闻改革的旗帜，而我们四通呢，是改革派公认的企业改革的旗帜。尽管声誉非常高，但是导报的财政一直非常困难，这是导报同仁当时最大的心病。1987年的时候，他们到四通来提议我们两家合作，当然是一拍即合了。然后万荣南就让我负责这件事儿。那时候我还没进四通，还在北大。这年9月，我和万荣南专程去了上海，和亲本利老板一班人马谈合作。商议的结果呢，万荣南决定拨10万块钱，派一位能干的女将罗旭波，就是后来财政部长楼继伟的姐姐，主持导报的经营开发，替导报挣点钱，解决他们的财政问题。我当时看得出来，亲老板是挺失望的，他有点奢望太高了，他不了解一般四通人的心态。当时多数的四通人都是生意人，对过问政治一类的分外事相当反感。像万润南这样胸怀大志的人，在四通里是极少数。我恰恰是为了这少数人才去加入四通的。只是呢，我当时作为万润南的顾问，在决策上当然是无足轻重了。另外就是我还什么都没做，几乎什么都没做，就已经被不少四通人指责为不帮四通赚钱，专门勾引万老板花钱。这区区的10万块钱，我内心一直都是挺愧疚的深感对不住导报的这些朋友们，但是也无可奈何。主持这次鸣不平行动的是《经济学周报》的郑地。郑地是一位富于正义感的热血知识分子。这个经济学周报呢，跟我也有一段可以说是渊源吧。当时这个我想是哪一年，1987年左右吧。王军涛和陈子明他们的那个研究所，因为搞培训挣了不少钱，所以呢，他们就想接手一家改革派的报纸，变成他们自己这个研究所的报纸。然后他们就看上了这个《经济学周报》。《经济学周报》当时的领导就是负责人，恰好是我的老师，那就是李昌的夫人冯兰瑞。然后王军涛就想接手这家报纸，他就找到我，让我去找冯兰瑞，帮他去撮合这件事儿。冯老师因为对我一直印象非常好，所以呢，我跑到他家一说，然后等于是给王军涛做了背书了他想了想，居然就同意了。其实这对冯老师来说是有很大的政治风险。
后来他跟他的女儿李玉，就是万荣南的夫人，跟李玉说，既然是周舵的朋友，看来还是比较靠得住的吧。就这样，那王君涛他们就把这个《经济学周报》给接管了。那郑帝就是当时当了，不知道是当了社长啊，还是当了总编。4月30号下午，参加座谈会的那些来宾都走得差不多以后，郑帝就要求新闻单位的来宾留下来啊，说要商议起草一份抗议上海市委整顿导报的请愿书，然后呢，去广泛的征集新闻界的签名，交给记协，呈递上去。这份请愿书是郑帝起草的，然后我做了一点点无足轻重的文字修饰。5月3号上午，那我和郑帝约好，还在鲁迅博物馆碰头，那把这个大家一起把这篇东西改好之后，提供给下午的新闻界集会，那让大家一起讨论。到了5月3号下午，我们原本以为人不会太多了，同时呢，因为我们还规定了不请外国记者，所以呢，事先就只租了一间大概能容纳40个人的会议室。没想到中外记者一下子居然来了130-140，那只好我们就临时改在露天开会了。先是郑帝介绍了会议的宗旨，又让导报的代表李俊杰向大家简述了导报事件的经过，然后代表们就分成几摊，分别讨论，修改我们起草好的那份请愿书。这份修改稿当时就征集了86个人的签名，然后呢，交给各个新闻单位的来人带回去，带到自己的那个新闻单位继续征集签名。后来听说一共有将近1100多个人签了名。当天下午另一项决议，那就是所谓集体围观第二天学生的游行，第二天就5·4嘛。实际上这是妥协的结果。那么因为有一批人呢主张新闻界就干脆直接走上街头，另一派人相反主张不要介入。我是反对游行的，那我认为新闻界就不应当参与街头行动。我主张集中力量，要求和政府的有关部门对话，争取新闻自由。当时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诉求，就是制定新闻法。可是事到临头，那就根本身不由己了。好，到了5月4号，就是所谓的这个5·4的新闻界大游行了。官方是极力的缩小这次5·4新闻界大游行的影响，其实正相反。这次游行几乎是6·4事件期间整个的历次游行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次。北京城区的交通几乎完全堵塞了。等我赶到约定的集合地点新华社门前的时候，已经一个人都没有了。原来说好的是就站在新华社的门前，那我们这些新闻记者举着大横幅声援学生，没有说自己去游行。我正在打听记者们的去向，结果来了一位香港百姓杂志的记者蔡咏梅。我和这位香港记者就站在人大会堂西北角的十字路口，那儿有一个岗亭，就站在那附近，一直等到下午2点多。我把他带的一瓶水喝得一滴不剩，真不好意思。那天天气非常好，不冷不热，晴空万里，
真是上街游行的绝好的日子。天安门广场人山人海，各色旗帜横幅，让大家眼花缭乱。大家都像是喝醉了酒，喜气洋洋的欢庆什么盛大节日一样。我站在一辆平板车上翘首希望，等了好不耐烦啊。这三轮车的车主是个个体户，再三的央求我们说：“叔伯弟兄们，行行好啊，我还有急事，我要用这辆车。”大家哪听得进他这一套？旁边几个青年工人就吆喝他：“都他妈的运动了，你还急着干你那屌生意，良心叫狗吃了。”诸如此类的。老百姓的语言确实是丰富多彩。将近3点钟的时候，新闻界的游行队伍夹在学生中间，就从西长安街的方向慢慢的走进了广场。这是社会各界第一次参加游行，此前全都是这个学生游行。照这个那篇文章的说法，就是由此打开了社会参加动乱行动的缺口。横幅的文字非常抓人包括新闻要讲真话，我们有嘴不能讲自己想讲的话，有笔不能写自己想写的文章，不要逼我造谣等等。这些文字确实是道出了中国新闻界的共同心声。5月3号的集会之所以能一呼百应，就是因为记者编辑们为中国新闻的虚伪性深感耻辱。洗雪耻辱就是那天参加新闻界大游行的所有人最动感情、最少争议的一个话题。这次游行受到老百姓热烈支持和赞扬的程度，也是以后的无数次游行不能比的。当时广大群众远不像后来那样把这个游行当成寻常小事，大家还都被深深的恐惧感支配着。新闻界又是历来被控制的最严密的部门，所以新闻界的这次行动大大的出乎人们的意料。参加过这次游行的人恐怕永远都忘不了成千上万游观群众和大学生们那种由衷的感动和敬佩，忘不了他们热烈的掌声和欢呼，热情洋溢的握手和赞扬，很多人甚至都热泪盈眶。我都记不清有多少人挤上来和我握手道谢，送汽水送饮料，好像人际关系一夜之间就彻底改观了。本来我从小生活在北京城里，总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街上遇见的每个人都可能扑上来咬你一口，走到哪儿都不免生一肚子气，我简直就怕出门。我从来都没见过像动乱期间那样把北京市民的善良美好表现得这么充分。差不多就像那首著名的歌唱的那样，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生命的源泉。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这是心的呼唤，这是爱的奉献，这是人间的春风，这是生命的源泉。再没有新的沙漠，再没有爱
但是非常遗憾，这是一个短暂的梦境。虽说是转瞬即逝吧，在我心里确实是打下了永久的印记。这一路上，群众反响最热烈的口号就是那句“不要逼我造谣”。每当喊出这句口号，立刻就是一片如潮如雷的掌声和欢呼。这就是所谓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的真相。官方说的不得人心的社会动乱。凡是亲身经历过这个场面的人，绝不会搞错。我们这个游行队伍缓缓地绕行广场一周，在人大会堂东边的马路上就静坐了下来，大概静坐了有20分钟，然后又沿着前门大街到了新华社的门前，然后大家就齐声的喊：“新华社出来，新华社出来！”新华社大楼的窗口里有很多人在那鼓掌，但是没有人出来。